陛下，小公主虽然现在看着皱巴，长开了定是个美人，毕竟臣妾的基因在这摆着呢。是啊，你的基因好，专门产出也没谁了。那两个好大儿的鼻子眼睛，简直跟裴南风丞相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父皇这大冤种，每天上朝对着裴南风那张脸，下朝对着这两个缩小版裴南风，居然10几年都没发现。陛下，是臣妾伺候的不好吗？这孩子长得确实不像朕。刚出生的孩子都这样，陛下若是嫌弃，臣妾这就让人把他抱去偏殿，免得污了陛下的眼。别碰我！你这毒妇指甲里藏着鹤顶红，上辈子就是这样趁抱我的时候下毒，让我还没满月就夭折了。父皇救命啊！这女人要杀人灭口了！不用，朕的女儿丑点怎么了？丑才安全。父皇，妹妹真的好丑啊，像只没毛的猴子。还是送走吧，别吓到了母后。是啊，父皇，这丑八怪看着就倒胃口，哪配做我们的妹妹？哟，这两只小白眼狼长得倒是人模狗样。陛下，臣夜还小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朕看着心烦。这是前所未有的殊荣。要知道，以前就连太子也没资格在父皇处理政务的时候待在书房里。别照了，再照你也变不成京城第一美男。不像那个老白脸，一看就是个只会背后捅刀子的阴险小人。不过我就喜欢父皇这个长相，看着就有安全感。你这小东西倒是会说话。他当然知道我不会说话，但他听得懂。陛下，裴乃封丞相求见，说是为了西南水欢之事。来了来了，奸夫来了，说是为了水患，其实是来跟皇后私通消息的吧？西南水患那笔赈灾银子早就进了裴南风的私库，他这次来是想让父皇再拨一笔款，好填补他买私兵的窟窿。让他滚进来。裴南风，也就是我那两个便宜哥哥的亲爹，不得不说，这老东西确实长得好，难怪能把谢云赏迷得神魂颠倒。微臣参见陛下。陛下，西南水患严重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微臣恳请陛下再拨白银300万两，以解燃眉之急。裴爱卿，你觉得朕的太子长得像朕吗？太子殿下龙章凤姿，自然是像极了陛下。哈哈哈，睁眼说瞎话！太子那鼻子那眼睛，跟你年轻时候画像上一模一样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还龙章凤姿，我看是贼眉鼠眼吧？是吗？朕怎么觉得太子长得倒是有几分像爱卿你呢？陛下折煞微臣了，微臣惶恐，太子乃是陛下亲子，
微臣怎敢高攀？这老狐狸嗅觉倒是灵敏。接着装，你那个司库的钥匙就藏在你书房暗格的第3块砖下面，里面不仅有赈灾银，还有跟北蛮勾结的信件。父皇，快派人去抄家啊！晚了就被转移了。王德全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裴南风丞相忧国忧民，朕心甚慰，特赐御酒1杯，就在这儿喝了吧。陛下，怎么，爱卿不给朕面子？还是说不敢喝朕赐的酒？爱卿心里有鬼。陛下，微臣对大梁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啊！微臣若是做错了什么，陛下尽管责罚。可这赐酒，微臣实在是不明所以啊！别演了，奥斯卡都欠你一座小金瓮。你那所谓的功绩，哪一件不是踩着忠臣的尸骨上去的？还有，你昨晚还在皇后的凤鸾宫里待了1个时辰，真当宫里的守卫都是瞎子吗？哦，不对，守卫确实是你的人。昨晚，爱卿昨晚在何处？是，微臣昨晚在府中处理公务，一夜未眠。好一个一夜未眠！去，把禁军统领叫来，朕倒要问问，昨晚宫禁森严，有没有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混进来了？是陛下。皇上有旨，宣皇后娘娘驾到。陛下，这是做什么？裴丞相是国之栋梁，陛下怎能如此对待老臣？陛下，你要杀臣妾？杀你？朕怕脏了朕的剑。父皇威武，父皇霸气，这女人身上喷的香粉里都有催情药。父皇，你可千万别吸进去，不然又要被她迷惑了。把窗户打开！陛下，您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听信了什么小人的谗言？这孩子是个不祥之人，自从他出生，陛下就性情大变。依臣妾看，还是尽早处理了吧。处理你大爷！我是你亲生的吗？哦，对，我是你为了顾宠生的工具人。因为我是女儿，不能继承皇位，所以你才想杀了我，免得我长大后跟你那2个宝贝儿子争宠，最毒妇人心啊！她是朕的女儿，是大梁的公主，谁敢动她，灭她九族！以前的父皇虽然威严，但对他百依百顺，只要他撒个娇，掉2滴眼泪，父皇就会妥协。可现在，父皇看他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个死人。
父皇没有直接杀他，因为还没找到确凿的证据。虽然他能听到我的心声，但这种事说出去也没人信，必须要有实锤。于是父皇开始了大清洗，他先是换掉了宫里所有的守卫，全部换成了跟他出生入死的亲信，然后他开始查账，查户部的账，查内务府的账，这一查果然查出了大问题。万历15年国库支出300万两，短短3年，国库竟然亏空了1000多万两白银。好得很！朕在前方浴血奋战，保家卫国，他们在后方挖朕的墙角，吸朕的血。这算什么？大头还没查出来呢。西北边关的那个镇守将军也是裴南风的人，他们私卖军械给蛮族，换回来的战马都藏在马厩里，等到时机成熟，他们就要里应外合，逼宫造反了。王德全，传赵子龙纨绔王爷进宫。赵子龙是父皇的亲弟弟，也是京城出了名的纨绔王爷，但他其实是父皇最信任的暗卫首领。以前父皇为了保护他，才让他装疯卖傻，现在是时候让他露出獠牙了。皇兄，找臣弟何事？臣弟正要去听曲儿呢。别装了，去西北把那个姓李的脑袋给朕提回来。皇兄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朕若是再不想通，这江山都要改姓裴了。这就是小侄女，长得挺别致啊。你才别致，你全家都别致。这叔叔虽然看着不靠谱，但关键时刻还是挺讲义气的。上辈子父皇驾崩后，他为了救太子被万箭穿心，可惜救了个白眼狼，太子转头就把他的人头送给了裴南风当投名状。皇兄，这孩子眼神有点犀利啊。犀利点好，免得以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，皇后被禁足在凤鸾宫，太子和二皇子也被勒令在上书房读书，不许踏出半步。看起来父皇已经掌控了局势，但我知道谢云山和裴南风不会坐以待毙。这几天我总觉得心神不宁，每天晚上的饭菜都要经过银针试毒，还要专门的太监试吃。这奶里有夹竹桃粉，虽然量很少，银针试不出来，但长期服用会导致心衰而亡。那奶娘有问题。她昨天半夜偷偷去见过皇后宫里的长侍宫女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婢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既然他们不降火，那朕就成全他们。本不欲办此宴，恐生事端。若不办，反落人口实。办，必须办！不办怎么引蛇出洞？谢云赏和裴南风正在密谋，要在满月宴上搞个大新闻。他们找了个妖道，说我是天煞孤星降世，会克死父皇。
克死大梁国运。到时候他们会利用日食制造恐慌，逼父皇杀了我祭天。日食，连老天爷都要帮他们。那是自然现象，什么老天爷不老天爷的。不过既然知道了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将计就计。皇上，今日是满月宴，不宜见血。如果不看父皇那张冷得像冰块一样的脸，这还真是一副父慈子孝的画面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天空突然阴沉下来。天口十日是大凶之兆啊！难道是上天示警？妖孽，还不快快现形！此女乃是天煞孤星转世，她一出生便引来天狗10日，若不除之，大梁国运必将断绝，陛下也会被她克死。陛下，虽然她是臣妾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但为了大梁江山，为了陛下的龙体，臣妾恳请陛下大义灭亲。请陛下大义灭亲，斩杀妖孽，以安民心。请陛下大义灭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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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陛下大义灭亲。这老道士裤腰带里塞着一张巨额银票，是谢家昨天给的。他那拂尘饼里藏着火灵粉，待会儿他一甩拂尘，就会凭空起火，坐实我是妖孽的罪名。父皇，你看那边的香炉，里面加了迷魂香。这群大臣现在脑子都不清醒，容易被煽动。大义灭亲，好一个大义灭亲！你说朕的女儿是妖孽？陛下，贫道是开了天眼的，这女娃身上妖气冲天。陛下，您这是要逆天而行吗？逆天？这就是所谓的妖气。谢家票号1万两白银，谢丞相，这买命钱给的挺大方啊。这都是误会。误会？还有谁觉得朕的女儿是妖孽的？站出来！朕送她去见阎王，让他亲自去问问，到底谁才是妖孽。
就在这时，外面的天空突然亮了起来。日食结束了，阳光重新洒进大殿，照在父皇染血的龙袍上，宛如战神降临。看到了吗？老天爷都站在朕一边。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大义灭亲，那朕今天就成全你们。大殿之内，气氛凝固到了极点。陛下息怒，臣妾知错了，都是臣妾的错。陛下，您不能这样，日天和陈毅可是您的亲生骨肉啊！就算臣妾有错，孩子是无辜的。亲生骨肉。王德全，端上来。这既然皇后口口声声说是朕的骨肉，那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咱们就来验一验。滴血认亲，谢云裳的脸瞬间没了血色。他惊恐地看向裴南风，裴南风此时也慌了神，但他毕竟是老狐狸，强作镇定道：“陛下，滴血认亲乃是儿戏。且不说这水是否有问题，但是这种行为就是对皇室血统的侮辱啊！”哼，侮辱，让野种混淆皇室血脉10几年，这才是最大的侮辱！这不容，真的不容。水有问题，一定是水有问题。赵渊，真以为我没有准备吗？动手！裴乃风，你的人头我要了！赵子龙，你来的正好。你以为控制了这里就赢了吗？看看这是谁！太后，别动，谁也别动！这大殿地下早被我埋了整整500斤雷火弹，引线就在我脚下。只要我手一抖，咱们所有人，包括这大梁的江山，统统同归于尽！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反正都是死，拉着皇帝太后陪葬，值了！赵渊，立刻写退位诏书，传位于太子赵日天，然后你自刎谢罪，否则我就让你亲娘给我陪葬！不要！母亲的命去夺。雷火弹，噗！那
那几只御膳房的大老鼠，昨天半夜都被我用意念召唤过去了，引信早就被咬断了当夜宵了，现在那就是一堆哑炮。而且太后脖子上戴的那串佛珠，那是先帝当年为了防身，特意找墨家大师打造的暗器，机关就在那颗最大的紫檀珠上，只要用力一按。还有裴南风这老东西，其实怕死得很，他裤腰带里藏着真正的调兵虎符，他是想拖延时间，去掉城外治军。父皇原本绝望的眼神瞬间凝固，随即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狠厉和狂喜。赵渊，你也母后，按珠子！一起死吧，都去死吧！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我花了重金买的。没什么不可能，因为连老鼠都看不惯你这乱臣贼子，把你的引线当夜宵吃了。顺便告诉你，城外的驻军你也别想了，虎符在你裤裆里藏着也没用，因为领军的副将昨晚已经向朕投诚了。一场惊天危机彻底化解，那之后朝堂清洗，血流成河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嫡长女聪慧过人，端庄贤淑，着册封为长乐公主，钦此。父皇已经开始把我当储君培养了，可我才1岁啊！除了吃奶，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搞事情。嘿嘿嘿。陛下，江南旱灾，国库实在拿不出银子了，微臣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连朝服都是补的，求陛下开恩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国库空虚，朕该如何抉择？哎呀！抓什么周？抓贪官啊！这老头装什么穷？他这双破鞋的鞋底夹层里藏着2张5万两的本的银票，还是通宝钱庄的。还有他家里那个只有13岁的美人儿，昨天刚用金镶玉换了个马桶，连夜壶都是翡翠的。父皇，快扒了他的鞋，那是10万两白银啊！来人，帮尚书大人脱鞋。公主既然喜欢这双鞋，定有深意。陛下这成何体统？微臣有脚气啊，会熏着公主的。爱卿这脚气还是金子做的。来人，抄家，连夜壶都给朕搬进国库。跟我斗，下辈子记得投胎当只老鼠。5岁那年，蛮族进犯，他们骑兵凶悍，上下的官员主和派吵翻了天，都说要送公主和亲，赔款割地。
群笨蛋，打来打去有什么意思？和亲能不能有点骨气？蛮族虽然骑兵厉害，但这几天草原上流行马瘟，他们的战马误食了毒草，正在集体拉肚子呢。而且他们的粮草全都囤在乌鸦岭那个葫芦谷里，那里风向干燥，只要派一支骑兵后山绕过去放把火，烧了他们的粮草，他们不战自负。那个蛮王更是个草包，一听到雷声就吓得尿裤子。今晚刚好有雷雨。传令，朕要御驾亲征。陛下不可，蛮族凶悍。凶悍个屁！一群拉肚子的软脚红罢了。朕这就去把他们烤了。那个蛮族首领在雷雨夜被父皇活捉的时候，果然尿了裤子。从此，蛮族不得不俯首称臣，年年进贡，日子过得飞快。在我一次次的吐槽辅助下，大梁国力蒸蒸日上。我也从那个满脸褶子的丑娃娃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，虽然不算绝色，但那是父皇嘴里的帝王之相。朕在位数十载，今已年老体衰，传位于公主。陛下，女子称帝，闻所未闻呐！否极司臣，乃是亡国之兆，老祖宗的规矩不能破呀！陛下若执意如此，老臣今日血溅金銮殿，以此死谏，让天下人看看这大梁的江山是怎么毁在一个女人手里的！太师不可，太师不可啊！太师三思啊！啊！陈太师想死，为了大梁正统，老臣死不足惜。公主若还有良知，就该自己请辞。好一个为了大梁，好一个正统。那你告诉我，既然你这么忠心，为何你为那个不成器的孙子，昨天在赌坊输了3000两银子，最后是拿你的官印抵的债？你胡说！还有。你那个在通州当知府的女婿，为了霸占城南的良田，勾结土匪，逼死人命，这也是为了大梁正统。这本账册里桩桩件件都是你陈家忠心的证据。太师，你要我当众念出来吗？你含血喷人！是不是含血喷人？去大理寺问问就知道了。你想撞柱子成全你的清流名声，但我告诉你。你这一撞，撞掉的不是我的皇位，而是你陈家满门130口的性命。欺君之罪，罪连9族。太师，你要试试。还有谁想撞？他知道这把椅子我已经坐稳了。长乐，这天下交给你了。我握紧玉玺，心中激荡。从那个差点被摔死的丑娃娃，到如今的女帝，这一路走得不容易，但我做到了。我在位40年，励精图治，开创了长乐盛世。百姓富足，四夷宾服，万国来朝。至于那些曾看不起我、想害我的人，早已化作黄土。而那个曾为了我不惜对抗全世界的大冤种父皇，正在御花园里教我的儿子怎么逃学去听曲儿。谁能想到，那一刻的心声泄露，不仅救了我一命，更改写了整个王朝的命运。
这就是命吧。